我收藏到今天应该是10年的时间吧。这个公寓是租的，是一个酒店式管理公寓，市中心，闹中取静，交通非常便利。我叫关东元，北京人。我90年就去了巴西，我在那读的研究生，近30年吧，一直在工作。我原来是从事航空制造业，今天的话呢，放慢脚步，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。具体量的话呢，也有一部分量了啊，先不说这个具体数字了。思路的话呢，基本上是2条腿走路，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，西方当代艺术为辅。第一眼正对门的是一幅丁礼的作品，他的十字系列，一进门可能不适合摆一个人像正对着你。另外一幅宋冬老的作品是由旧窗户和镜子所组成的。客厅这个空间当中的话呢，就是 Markus Lippers， 他是德国表现主义的一位大师，人物钢盔与战争有一定的关联。赵刚老师的一幅作品，像是一个唐代的马，唐代的建筑，可是他绘画的形式又非常当代，古代与现代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合。这幅作品是唐永祥老师的一幅作品，他所表达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女。他原来早期绘画是超写实，但是他想突破自己，写实的绘画以后，再经一遍一遍的涂抹。中国的当代艺术的话呢，未来之星为主，纳不齐的高高的一个框架，无限的向上延伸。杨茂元老师，一个典型的维纳斯女神，给她戴了一个口罩似的，有点挺符合我们现在的话疫情期间这种状态的。蔡志松老师的雕塑像十字架一样，马上就联想到的话，巴西里约基督山，又是一个中国古人的一个形象。我是出国早回国也早的一批人，有幸见证了整个中国的发展历程。这批艺术家他所画出的作品是反映当代历史阶段的，我觉得它的意义对我来讲是更加重大。走廊很热闹，武晨的这幅作品，特定的这种男性群体看起来很艳丽。邱礼祥的作品从这个具象的这种人物慢慢变得抽象，这两个作画的时间相差了将近10年。卧室床头上面这2幅作品更加抽象，在洗手间时间还是挺多的。我摆了几幅倪有余的作品，就是水中绘画。他是先把丙烯画上去以后，再用吹风机固定住，然后用水做笔，然后进行绘画。我把主卧腾出来了，作为了一个储藏室，定制了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画柜。这幅作品的话呢，它描述了我在创业初期的那种心境。因为我是在2000年改行的，跳到了这个航空制造领域。这4个小水手坐着一条破船，驶向了汪洋大海，勇往直前。吕松去年创作的一幅作品，下面呢有个纵深感，看到远远的这个远山。这幅作品是脆弱的老人和孩子在自己的家乡，他们可以瞭望到外面的世界，但是他们又走不出去。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吧，日常的消遣基本上都花在了当代艺术方面，参观美术馆，看画廊。蔡磊手捏出来的这种细细的感觉，有点像贾克梅迪的作品。那个作品最初的话是摆在我办公室，我在安放过程中我就拍了张照片，蔡老师话就特别写，说你墙别紧挨着，留出一个缝隙，要让作品能有呼吸。跟艺术家直接沟通，并不意味着你从艺术家直接购买作品。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画廊或者从2级市场拍卖行所购得。我们一定要维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态体系。任何一个藏家都会有这种痛苦，你刚走一个画廊一个展台，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缺钱呀？在艺术面前，人人都是贫瘠者。